解放军说自己联合作战还不成熟，美军说我也不行了，是不是这个剧本又拿反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2021年7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弄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呢是《解放军的人 2.0 版本》。那么大家不是老说嘛，跟武器装备相比，战争中的胜负决定性因素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美国人也要关注一下咱们解放军的人是个什么水平。不过咱们这边很多人一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通常大伙儿想到的就是忠诚、勇敢这些东西。不过呢，美国人所说的这个观察，对人的观察，更多的是从实际能力出发。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解放军的忠诚、勇敢这个事儿根本就不用讨论。美军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解放军军官在联合作战方面的能力培养，并且呢，引用了解放军自己的观点，判断出解放军要充分理解和普及联合作战能力，还需要一段时间，需要更多人才。那么在人才选拔训练机制方面，解放军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会让解放军脱胎换骨，有巨大潜力的。反正呢，在美军看来，解放军搞的联合训练从军校培养机制等等一系列的新的制度能够让解放军的发展前景是一片光明。但是这个书里边描述解放军现存问题的时候，也毫不客气。他们写的是，解放军现在的瓶颈是军种之间的差异导致对其他军种作战流程、能力和策略缺乏了解，各军种更重视部门级别高层培训，因此忽视了联合训练。各军种内部、各部门和各军种之间的协调存在困难，这对战术层面的指挥官还有这个参谋来讲都难以操作。说白了，就是美军认为解放军现在的联合作战能力还缺少足够的顶层设计和引导。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一般认为美军的联合作战经验应该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了，但是现在美国人也说自己问题相当严重，而且面对中国的这个追赶，美国人感到自己不踏实。原因呢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相似之处在于，美国各军种内部它也有山头主义，也喜欢提拔一下自己队伍的人，尤其是海军。海军是要什么有什么，要飞机有飞机，要核弹有核弹，要坦克。陆战队虽然是个独立军种吧，但是也听海军招呼，办事不求人，搞什么联合作战？所以美军的海军就第一个不在乎联合作战。而跟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军官呢，军衔越高，他的这个跨军兵种履历，包括联合作战履历就越丰富，越能够理解联合作战。知识结构还有军衔的关系是倒金字塔型的。而我们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体制往往是一个军官是一辈子在一个军兵种里边往上升，他的知识结构和广度和军衔的关系是筷子型。这些情况呢，是我们搞了联合训练以后才稍微有一些改观。但即使如此，这方面美国也是远比我们要领先。不过呢，美国现在也感到未来开拓新的联合作战领域也困难。最近有个评估，美国以前搞的那个多域联合作战研究现在也不顺，几十亿美元花完了，成果里边呢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个研究倒不是方向错了，而是同样出现了顶层设计和支持不到位的情况。当年搞网络中心战搞得就不成功，现在这个多域研究美国专家也呼吁，如果国防部再拿不出一个核心力量去支持，恐怕也要走老路。美国人对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的研究，以及对自己的反思，对我们来讲都挺有价值。显然，美国在未来联合作战方式的发展方向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迷茫，这就给我们缩短差距提供了机会，而且更是提醒我们，这种变革没法指望由下而上，而是要通过培养优秀的高级科技型指挥人才，由上而下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推动，我们的顶层设计和引领才会发挥高效和充分的作用。好，关于美军对中国的研究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